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江浅墨在养父母身边长到18岁，本想暑假过后就能去大城市上学，结果养父母竟将她嫁给同村的老光棍，只为将她困在村里一辈子。你骗我，我爸妈不会这么做的，他们答应过我，等我考上大学就能去大城市过自己想要的生活。江浅墨望着步步逼近的男人，急声低吼。男人抿嘴一笑，贪婪地打量着他绝美的小脸，凹凸有致的身材，光是看一眼就让他心里痒痒的了。嘿嘿，你爸妈可不是你的爸妈，他们把你卖给我，已经带钱跑路了。啥？江浅墨听得懵在原地。男人这时已经挨他身边坐下来，大手捏住他的纤腰，凑近想亲吻，却被江浅墨给推开了。男人喝了酒，刚才力度竟将人推到床下了。他不恼反笑，我说，你现在是我赵龙的媳妇，你养父母已经把你卖给我，要想离开这里就给我20万，不然就留在这里给我当一辈子媳妇，生儿育女。对了，要不是冲着你大学生的名头，你还不值这个钱呢。赵龙再一次想要扑向江浅墨，却没想到他手里藏着剪刀。你别再靠近，不然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别死，我最多不碰你了，行吗？赵龙也觉得自己刚才太激动了，想着他早晚是自己的，便笑呵呵地说，我今晚出去睡，现在就走。他说完，转身就走出房子，随后是落锁的声音。确定自己安全了，江浅墨长吁一口气，这才发觉自己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了。他来不及伤心，环顾一下四周，除了头顶的小窗户，屋里就密不透风了。江浅墨先是关灯躺下，想着就算是逃走，也要等着后半夜。在门外等候的赵龙看到他乖乖关灯睡觉，这才满意的回屋睡觉，却是没想到等他第二天去开门送饭时，江浅墨已经不见了。我这是被仙人跳了。赵龙气鼓鼓的跑着去找江浅墨的养父母，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江浅墨并未逃走，而是躲进了床底，等着他离开后才从床底钻出来，向着村头反方向逃走了。江浅墨一路狂奔着，因为跑得急，被路上的石头绊倒，摔倒在路边，他的手划过一个碎玻璃，割出一个血口子，很快手上就血迹斑斑了。他踉跄着起身，正好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缓缓朝这边驶来。江浅墨朝着他挥挥手，我要离开这里，你能帮我吗？帮你。周衍胜撑住自行车，淡淡的反问。他不过是来山里散心，竟遇到一个绝美的女人，很让人怀疑他的动机。江浅墨想要解释清楚，却发现赵龙他们找过来了，带着几个男人，气势汹汹的架势，像是要将他当场捏碎。他们是来抓我的，求你帮我。或许是害怕，江浅墨说完，竟遇到在他怀里。无奈，周衍胜只能望向他们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想聚众斗殴吗？他先发制人，让几个男人明显的胆怯了，一时都没敢上前闹事。还是赵龙扑哧一笑，这位大哥，我是来找自己媳妇，就是你怀里的人儿，只要你把她给我，我们立马就走。周衍胜打量一下赵龙，再看一眼怀里的人儿，摇摇头，你们不像夫妻。找死！我好脾气跟你说话，
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我不打死你！”赵龙是火爆脾气，在村里也是一霸，从没吃过这种鳖，握紧拳头就想打人，谁料还未打到人，就被周衍胜一脚踢倒在地，还来不及起身，及时赶过来的司机就把眼前的这几个男人3两下就给打跑了。“少爷，你没事吧？”司机急声问。周衍胜摇摇头，把车开过来，他受伤了。江浅墨很不幸，遇到狠心的养父母，明知他考上名牌大学，还是将他留在村里，但又是幸运的，因为遇到周衍胜，将改变他的一生。他醒来时已经是3天后了。江浅墨从柔软的床上醒来，微睁眸子，望着屋里的环境，他才确定自己被救了，心里一阵的喜悦，嘴角荡起一丝笑意。“你醒了。”周衍胜推门走进来，递给他一碗参鸡汤。“你在村里遇到的大哥，谢谢你救我。”江浅墨笑着端过鸡汤，一股脑都喝光。他已经3天没吃东西，胃里早就饿慌了。“你家在哪？我送你回去。”周衍胜要去外地读书，这个老宅他也是暑假才会回来，所以不能留他在这里常住。谁料江浅墨握住他的手，眼眶含泪地说：“大哥，我是被养父母卖给赵龙，你若现在把我送回去，我还是要留在村里受他欺负，你能送我去南城吗？”我考上了南城大学，幸好离开养父母家时，他带走了入学通知书，只要有人资助，自己就能上大学了。“你也考上了南城？”周衍胜狐疑地问。“嗯，大哥也是今年的新生。”他摇摇头。“我已经从那里毕业。”周衍胜微顿一下，才又说：“这样吧，你跟我回南城。”江浅墨笑着攀上他的脖子，一脸的激动：“大哥，你真好，那你能借我一笔钱，让我去大学报到吗？”见他没说话，江浅墨在他薄唇亲一口：“我可以以身相许。”“谁教你的？”周衍胜后退一步，脸颊微微发烫了。江浅墨笑着摇摇头：“我想留在你身边，难道还需要别人教我吗？大哥，我要是一走了之，你借给我的钱岂不是打水漂了？”周衍胜掐住他的下巴：“你要留下来，不后悔。我养父母整天吵架，对我也是非打即骂。大哥，我瞧你脾气很好，不打人吧？”江浅墨从小就缺爱，这次逃出来，偶遇了周衍胜，或许是命运让他们纠缠在一起。他一直信命，相信是老天让他们相遇的，就一定有特别的意义。“多大了？”“18。”周衍胜凑近，在他粉唇啄一口，才低声说：“我比你大4岁，你以后可以叫我衍胜。”从这一刻开始，周衍胜和江浅墨就开始了同居的生活。两人的相遇很奇妙，但同居的生活却是渐入佳境，让他们都爱上这种偷偷恋爱的感觉。“少爷，最近有一伙人总是在学校门口打听江小姐的消息。”司机低声说。坐在车里的周衍胜微皱眉头，思索片刻，才开口给他们一个假消息，让他们离开这里，同时保护好江小姐，别让她有一丝的闪失。“是。”司机将车子停稳后，犹豫要不要说，就听周衍胜开口，有话就说：“老爷子那边希望你去国外一趟，说是您与赵小姐从订婚到现在还从未见过，是该增进一下感情了。”
你帮我告诉老爷子，我在忙公司上市的事，1、2年没那时间。知道了。周衍胜拿着一束鲜花，笑着走出车子，径直走进了别墅。刚推开门，一个娇柔的人儿一头扑进他怀里。衍胜，我放假都1周了，你才舍得来看我。你若再不来，我可要跟同学出去旅游了。江浅墨笑着接过他手里的鲜花，是自己最爱的粉玫瑰，纯洁娇嫩，让人爱不释手。他爱的人果然没错，总能轻松就拿捏自己的喜好。周衍胜温柔地在他额头吻一下，你喜欢就好。我在生气。他故意的后退一步。周衍胜步步逼近，将他抵在墙边了，才宠溺地说，我在为你准备礼物，你却跟我使性子。江浅墨，你是长能耐了。说完，他低头强势地吻上唇角，肆意的纠缠，让他连连败退，直到气喘吁吁时，才终于被松开。周衍胜将一个首饰盒递给他，柔声说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希望这份礼物你能喜欢。江浅墨看着盒子里的项链，有种古典美，十分的令人赏心悦目，让他感动地抱住周衍胜，主动地送上香吻。你送的我都喜欢，但我更喜欢你。他对周衍胜的爱意从来都是明目张胆的，毫不掩饰，毕竟对他而言，遇到他犹如是重生一回，自然格外珍惜，也想让自己成为配得上他的女人。所以江浅墨在上大学这2年一直努力学习，奖学金拿到手软，更是利用假期时间学习各项技能，只为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能够成为可以站他身旁丝毫不逊色的女人。你已经20岁，可有什么愿望？比如房子、车子，或者一个公司？他宠溺地问。江浅墨勾住他的领带，扯着他往卧室走。等2人躺在大床上时，他才慢悠悠地说，衍胜，我只想要你，就算你以后不能娶我，只要你想，我都能陪在你身边。这不是卑微，只是想跟喜欢的人在一起。周衍胜温柔吻上他的唇，亲昵一番，才柔声说，浅浅，我们在一起2年，你还不相信我可以娶你？相爱之人并不在乎朝朝暮暮，我只要现在的你，眼里只有我就好。江浅墨心里清楚，他们不是一路人，一个是豪门的未来继承人，而他只是一个穷大学生，毫无背景，没有显要的家世，只能算是他圈养的金丝雀，上不得台面。而且他们之间还有一个禁区，那就是周衍胜的未婚妻，从未出现过，却让他一直活得小心翼翼，知道这是偷来的爱，迟早是要还的。所以每一次的纠缠，江浅墨都十分的尽力，像是要燃烧最后一丝力气，也要跟他在一起。温情过后，江浅墨疲惫地窝在他怀里，已经睡意朦胧了，却听周衍胜在他耳边低语，浅浅，等你大学毕业，我们结婚吧。好，等我研究生毕业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就嫁你，不许反悔。周衍胜温柔地轻咬一下他小巧的耳垂，对江浅墨的宠爱让他到近乎偏执的状态，唯有他在身边，才能让自己安定下来。江浅墨转过头来，在他薄唇亲一下，才一脸痴迷的点点头。周衍胜，你若不离，我定不弃。除非你要娶别人了，那我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并非威胁，只是想告诉他一个事实，自己不是一个死缠烂打、甩不开的女人。
周衍胜翻身将他压在身下，肆意的吻，如雨般落下，让他丝毫没有躲闪的可能。江浅墨也不想躲开，他主动的迎合着，让两人再一次的沉浸在这份深情厚爱里了。2年后，江浅墨打算出国读研，而周衍胜也是赞同的，毕竟国外的分公司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这样一来，两人又可以腻在一起了。你陪我读研，那我就陪你在公司上班。周总打算给我安排一个什么工作？周衍胜在粉唇亲一下，才低哑地说，当我的贴身秘书，片刻不离的那种。浅浅，我们结婚吧。他想在国外跟他领结婚证了。江浅墨笑着摇摇头，我早说过的，等我研究生毕业，有了自己的事业，我们再谈结婚的事，而现在只谈情爱。在出国的前一天，他们又一次沉浸在这份浓浓的爱里，难以自拔了。原本第2天上午的飞机，硬是被周衍胜改签，在家里与他整整腻歪3天，才终于舍得松手。望着在镜子前化妆的人儿，娇美动人的样子，他心里又一阵躁动了。浅浅，我们别走了。周衍胜，我应该曝光你。曝光我啥？他温柔地在他肩膀亲一下，顺势将手摸上他的梗子，指腹的磨蹭让江浅墨脸颊一红。记者采访时说你是冷静金贵的成功人士，可你毫无节制，还试图扰乱我去读研，这样的周衍胜是不是该曝光？在他说话时，周衍胜已经将人儿抵在墙边，眼里尽是炙热。浅浅，不如把你一起曝光。冷艳决绝的才女，竟也在家里养个男人。江浅墨攀上他的脖子，轻柔地咬一口，才放肆笑着说，好啊，那就咱俩一起下地狱。当晚，他们就飞往某国外的一个庄园，在那里待了大半月，享受异国他乡的宁静和浪漫。又是下大雪的一天，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，周衍胜从身后环住了他，靠在肩头，低哑地说，浅浅，我竟想起我们初相识的时候，你满手是血的，缓缓走进我身边。我当时在心里想，童话里的白雪公主受伤了，我以为自己吓到你呢，你当时一直的往后退。确实被吓到，第一次遇到如此绝美的人儿，以为走进一个幻境呢。周衍胜还在贪恋他的温暖，江浅墨转过身来，轻点他的喉结，衍胜，是你给我上大学的机会，让我远离将我卖掉的养父母。如果哪天你要我离开，或者为你做任何事，我都会心甘情愿的。真的吗？他笑着点点头。周衍胜凑近在额头碰一下，才温柔地说，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幸福快乐，一生无忧。就这些，他凑近耳边，低哑的又说，还希望你可以一直痴迷于我，让我能做你一辈子的小跟班。你好像说反了，我才是那个一直追着你的小跟班。周衍胜摇摇头，你是美而不自知，而且学业优异，如此耀眼夺目，已然是众人吹捧的焦点，而我除了有一些钱，就毫无优势了。他委屈地叹口气。江浅墨笑着攀上他脖子，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一脸情深地说，我爱财如命，你又恰好钱多到流油，咱俩真是绝配。周总，我都陪你4年，打算给我什么大礼？正在两人情意绵绵时，管家打开了门，一个穿着洋气的女人已经缓缓走进客厅，在看到他们的刹那，温柔一笑，你好，我叫赵梦瑶，
是周大哥的未婚妻。你好，江浅墨正要介绍自己，却被周衍胜护在身后。赵小姐，你们突然来了。你误会了，是伯父伯母让我来的，说是你一个人出国，怕在外面人生地不熟，就让我过来看一眼。这位是……你无需知道。他冷地说。江浅墨浅笑地开口：你好，我是周先生的朋友，江浅墨。朋友？赵梦瑶一脸笑地望着他，打量着江浅墨，一套简单的居家服，慵懒的发丝随意地扎个丸子头，却依旧让他明艳动人。而且他的颜值美得不可方物，让人只要看一眼就很难再忘记了。赵小姐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说完，周衍胜和赵梦瑶就一前一后走进书房了。门关上，他脸色冷漠地盯着眼前女人。我们4年未见，你这次突然过来，有事吗？周大哥，我爸妈那边还有伯父伯母，希望我们尽早完婚。你一直不来见我，是因为他吗？赵梦瑶小声地问。在周衍胜面前，他总一副小家碧玉、小心翼翼的模样。虽然两人只见过2面，但他心里认定，眼前男人迟早是她的丈夫。可当自己看到江浅墨，瞬间就慌了。不仅因为江浅墨长得极美，更重要的一点，如果自己没看错的话，江浅墨就是赵家的亲女儿，而自己只是被调包的假千金。一股浓浓的不安让他心里紧张到要窒息了。浅浅是我的家人，你若敢伤害他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周衍胜觉得说得重了，又缓和地开口：赵小姐，我们只是商业联姻，只要1天没结婚，随时可以悔婚，你没必要太在意的。更何况我从未承认过你是我的未婚妻。我知道了，周大哥，我先走了。赵梦瑶落寞地离开。望着他离去，周衍胜拨通助理的电话：帮我找一个女保镖，保护浅浅。任何可能伤害江浅墨的人，他都要排除在外，让他们永远地消失在江浅墨的视线里，他才心安。你不要在意，过几天我就跟他退婚了。晚上时，周衍胜弯腰上床，温柔环住他的纤腰，亲昵的举动竟让他身子一颤了。衍胜，我喜欢你，爱你，但我不想伤害别人。以前我可以当不存在，装傻，现在赵梦瑶就出现在我面前，我不能视若无睹。他竟活成自己最讨厌的样子。我跟他是家族联姻，在这4年里，我们只见过2次面，连熟悉都算不上，何谈爱情？浅浅，别把我往火坑推好吗？周衍胜委屈巴巴的眼神，让江浅墨终于心软，凑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深吸一口气地说：我多希望自己是你订婚的未婚妻，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又是长辈祝福的一对，想想都美。可惜他只是一个穷学生，还是靠奖学金读完的大学，生活在周衍胜的羽翼下，被他保护得极好。即便自己足够优秀，但依然与他天差地别，算不得门当户对，就会被狠心地拆散。周衍胜安抚地在他额头吻一下，才一往情深地说：浅浅，我一颗心装的都是你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在想你，难道还需要我把心掏出来证明给你看吗？不是这样的。江浅墨摇了摇头，正想要解释，却被周衍胜轻身吻上了唇，肆意的亲昵让他在无力想纠结的事，只能被动地享受他给予的热情，一波一波
让他累到虚脱了。赵梦瑶回到家时已是深夜，她蜷缩地躲在沙发里，望着落地窗外的雪景，大口地喝着红酒，浑身颤抖着，十分的没有安全感。原本以为自己会待在赵家，成为真正的豪门千金，然而在10年前，自己意外受伤住进医院，因为要输血，才终于暴露她的身份。万幸，赵家人在知道她不是亲生女儿后，并没有将她赶出门外，而是更为宠爱她。但赵梦瑶心里清楚，如果哪天赵家亲生女儿回来了，那便是自己离开的时候。但她是不甘心的，想着总要在赵家人发现江浅墨之前，先要把人赶走。几天后，学校外的咖啡馆，江浅墨穿一件白色的羽绒服，温婉的一笑，就已经成了咖啡厅的焦点。你很美，赵梦瑶赞美地说。赵小姐，你找我过来，不是只为夸我吧？当然，除了夸你，我还想跟你说说心里话。江浅墨微抿一口咖啡，安静地等着他，良久，才听赵梦瑶温柔地说，我不喜欢周衍胜，你也知道，像我们这样的家族联姻，作为儿女的都抗拒不了，但我想为自己争取一次，你能帮我吗？你说。江浅墨没有想到，他与赵梦瑶会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听完赵梦瑶的计划，他笑着点点头。赵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会让周衍胜主动提出退婚，但你真的想这样吗？毕竟男方提出退婚，对女方的伤害可想而知。而赵梦瑶主动要求这样，就让他有些狐疑了。我有喜欢的人了，就像你和周衍胜这样相知相爱，我想嫁给他。江浅墨听完他讲的故事，终于打消疑虑，我真心的祝福你们。谢谢。两人走出咖啡厅时，天色渐暗，赵梦瑶主动挽上他的胳膊，浅浅，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。从这天开始，他们俩就经常见面，有时去商场逛街，有时候一起打网球，才不过相识1个月，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闺蜜。然而，一场意外的车祸却让这一切都改变了。医院的特护病房，赵梦瑶是替江浅墨才受伤的，头上被车撞出一个血口子，鲜血淋淋地倒在地上，瞬间就让他吓傻眼了。浅浅，我没事的，真的。望着哭成泪人的江浅墨，赵梦瑶温柔地朝他一笑，却让人哭得更凶了。梦瑶，呜呜，都是为了救我，才让你伤得这么重。浅浅，你要是真心疼我，给我买一个草莓蛋糕，我现在就想吃甜的，好吗？我现在就去买。江浅墨兴冲冲地去买蛋糕，当他提着蛋糕和水果回来时，却看着周衍胜在床边，两人亲昵地抱在一起。这一幕让他脸颊瞬间就泛白，将蛋糕放在地上，就匆匆转身走出医院。他望着天空的雪花，竟苦涩一笑，原来自始至终，自己才是那个多余的。当晚，江浅墨并没有回家，而是在路上游荡。当没有了精神支柱，人的眼神里就只有绝望了。一辆货车朝他驶来，在发现有人时，即便想要减速，也是无能为力，直接将他撞飞出去。因为司机喝酒了，发现四周无人，顾不得管浑身是血的江浅墨，便开着货车逃走了。就在江浅墨醒来时，一辆豪车停在路边，他踉跄着向车子走过去，在一步之遥时摔倒在程浩宇的脚边。救我，疼！说完，
他就晕死过去了。昏迷了7天，江浅墨终于醒来，望着陌生的环境，他惊恐地望着医生：“我这是在哪？”“你被车撞了，现在在医院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们好给你做登记。”一旁的护士低声问。他想了好久，越想头越疼，小脸泛白地望向护士：“我叫浅浅，但我不记得以前的事，这是为什么？”他满脸的恐惧。一个没有记忆的人儿才是最可怕的，就像一个游魂一般，不知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要飘向哪里。“程医生，你赶紧来一下，病人情绪很激动。”程浩宇急忙从外面走进来，安抚地朝他一笑：“别怕，你有我呢。我们是恋人吗？”江浅墨依稀记得自己有一个很爱的男人，看他一脸担忧的模样，应该就是他了。他刚想要解释，却被江浅墨抱住腰：“程医生，别丢下我。”“好。”程浩宇温柔地轻拍他的后背：“我不会离开你，现在躺下来休息，好吗？我想回家了，这里的消毒水味道让我头疼。你先躺会儿，我现在帮你办出院。”程浩宇走出病房，跟主治医生交流后，才低声说：“这样吧，他有任何事情，我来负全责，这样总能出院了吧？”“可以，那你在上面签个字。程医生，你只是救了他，不会爱上这个女人了吧？”程浩宇脸颊一烫：“没那回事，我只是可怜他。”“你只是可怜我吗？”谁也没想到，江浅墨这时已经站在他们身后，刚才两人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已经泪眼婆娑，让程浩宇心里如被揪紧一般，轻咳一声才柔声说：“浅浅，我是跟他说别人，你听错了。那你喜欢我吗？”程浩宇微顿一下，却见他用小手扯一下他的衣角，委屈巴巴地开口：“你既然不喜欢我，为何刚才对我撒谎？”在残缺的记忆里，江浅墨只知道有个男人每天都对他说情话，极尽温柔，让他只是想一下就脸颊发烫了。而眼前的程浩宇却是少了几分炙热，或许他真的认错人了。眼前的男人并非他记忆的男人。他刚想转身离开，却被程浩宇拉住小手：“浅浅，我喜欢你，只是当着同事的面，我没好意思讲出来。”“真的？”他脸上带着喜悦。程浩宇笑着点点头，温柔地捏住他的小手：“我们回家吧。”江浅墨跟在他身后，一脸的小幸福，望着他厚实而挺拔的后背，竟有几分熟悉了。因为这种感觉让他错乱地以为程浩宇就是他心里的人。望着陌生的环境，江浅墨脸色又紧张了：“浩宇，我怎么对这里没有一点记忆？”他越想回忆，就一阵的头痛欲裂。见状，程浩宇将他抱在怀里，温柔地说：“浅浅，你是短暂性失忆，以后会记起来的，相信我好吗？”一个没有记忆的人真的很痛苦。“浩宇，我以前真的很爱你吗？”他颤抖地问。程浩宇微顿：“就算你忘记爱过我，我也会让你重新爱我一次。”因为一见钟情，程浩宇决定撒下这个谎言，也要把江浅墨留在他的身边。虽然很自私，但哪一份爱不是自私的呢？半年后，是江浅墨订婚的日子。因为程家也是豪门望族，所以在订婚宴上，周衍胜和赵梦瑶也都出现了。当他望着穿完礼服的江浅墨，一颗心都震惊了。“跟我过来。”
他冷着脸地说：“我不认识你。”江浅墨摇了摇头，并不打算跟他离开。周衍胜趁着无人，低头强吻上粉唇，肆意的亲昵许久，才将快要窒息的人松开。浅浅，我们相爱4年，你竟说不认识我？你可知道这半年我找的你有多辛苦？他被欺负了，抬手给了一巴掌，才冷冷地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你要是再动手动脚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丢下一句话，他就气冲冲地离开，留下周衍胜在风里凌乱，一颗心都要被逼疯。帮我调查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赵梦瑶低声跟一旁的司机说：“是，赵小姐。”赵梦瑶不会让江浅墨再破坏自己的幸福，如果还执迷不悟，那就是他想死了。浅浅，你没事吧？脸色好差。程浩宇一脸担忧地问。他刚才明明看到周衍胜在强吻他，而江浅墨慌乱的眼神足以证明了他们的关系匪浅。我没事，刚才遇到一个男人，真的令人讨厌。但江浅墨在聊到周衍胜时，心里却是一阵躁动，仿佛他们很久前就认得，想要一步步地靠近他。如果需要，我可以找人教训他。不用，应该不会再遇到。江浅墨温柔一笑，安抚地握住他的手。浩宇，我想回家了，头又开始疼起来。我送你回家。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就好，还这么多客人，我们都走了不好。江浅墨回到家，他简单的洗漱一番，就开始从网上搜索，找寻周衍胜的一切消息。然而看过才知，他是一个多情的男人，明明有未婚妻，却还金屋藏娇。然而藏的那个人竟是自己，就让他一时愣在原地，久久难以回神了。张妈，我出去一趟。江小姐，你这么晚出去，万一先生问起来。江浅墨打断他的话，我就是去找浩宇。从那晚开始，江浅墨就搬出别墅，住在了一个小公寓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当程浩宇找到他时，一脸担忧地问：“浅浅，你到底怎么了？”我好像记起一些事。浩宇，你不是我的男朋友，对吗？沉默许久，他才默认地点点头。江浅墨递给他一杯茶，才笑着说：“浩宇，我不怪你，你当时也是想让我活下来，不过现在，我想我们该分开了。如果不爱，就不能赖着不放，不然就是对程浩宇的一种伤害。你说的分开，我想你跟我退婚。浩宇，我已经上网查了，周衍胜才是我的男朋友。虽然我们不该在一起，但那就是我的过去，所以我不能再自欺欺人。”听完他的话，程浩宇挤出一丝笑：“好吧，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处理，不过这里太简陋，你就算不想再回别墅，也可以住一个好一点的房子。”他摇摇头：“浩宇，这是我能负担起的，不过但应我一件事，我们还是朋友，如果你不介意，我想跟你做一辈子的朋友。”做一辈子朋友，就是不能当我女朋友？他苦涩的一笑，但也释然了。毕竟这半年来是自己偷来的美好时光，是该还的时候了。对不起，是我不配拥有爱人。江浅墨笑着望向他，两人终于相视而笑了，一切都恢复平静。然而周衍胜这边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，一心只想退婚。周大哥，我爸妈已经在催了，而且伯父伯母这边也希望我们尽快结婚，就连程浩宇和浅浅他们也要结婚。如果可以，
我们两队一起举行婚礼，那该多浪漫。赵梦瑶还想再努力一把，却被周衍胜冷漠地拒绝。你不用担心，退婚的事我会处理好。赵小姐，耽误你太久，这是给你的补偿。他将一份合同递过去，希望长达5年的合作可以弥补这份遗憾。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女人，我并不想知道。他话已至此，赵梦瑶笑着走出办公室，但当人坐上豪车的那一瞬间，他脸色瞬间降至冰点了。表哥，帮我办一件事，钱我已经打给你了。好嘞。赵梦瑶的表哥是一个退伍军人，常年在外帮人看场子，身手可是一等一的好。刚放下手机，赵梦瑶就又接到亲生父母的电话：“喂，找我有事。”他语气有些反感，毕竟自己现在是豪门千金，跟这些穷人过多联系，只会让他身份降低，毫无益处。所以即使是生养的父母，也不想多说一句，除非是为了解决掉江浅墨。瑶瑶，我们想你了。你们需要的钱，我过会儿会打过去，不过你们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。赵梦瑶冷笑着说，等我找到江浅墨，你们帮我带他离开，越远越好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某日的傍晚，江浅墨在路上走着，就被人从身后打晕带走了。当他再醒来时，人已经被关在破旧的仓库，望着四处透风的房子，以及身旁厚厚的雪，让江浅墨冻得浑身发抖了。你醒了？你是谁？他狐疑地望着向自己缓缓走来的男人，一身的迷彩服，帅气的五官透着几分阴险，让他本能地往后挪动身子，只可惜手脚被绑着，根本躲不开这个男人。我是你的男人，要带你离开这里。浅浅，人美又好听的名字，听说你还是一个才女，只不过女人上学多了，只会越来越笨，不如跟我回家过日子，这才是你的归宿。赵梦瑶的表哥弯腰就要吻上粉唇，却被江浅墨歪头躲开。一怒之下，他抬手将他的头撞向后面的铁板，一下接一下的，直到他手指上沾染血迹，才笑着松开手。浅浅，你真的好不乖，我不然是你，为何要听你的？等我睡了你，你就知道我的好，懂了吗？赵梦瑶的表哥轻身在她发丝间嗅一下，淡淡的香气让她心里一颤，看向他的眼神变得更炙热了。就在他想要撕扯衣服时，门被猛地打开了，突来的声音让他终于停下手中的动作，望向门口，做好随时动手的架势。然而在他看到迎面冲进来的警察们，吓得他直接从后门溜了。因为他有完美的逃跑计划，即便身后有几个警察追赶，依然让他成功逃脱了。你没事吧，浅浅？周衍胜温柔地抱起他，江浅墨挤出一丝笑后，就在他怀里晕倒了。医院里，赵梦瑶的母亲是自作主张来医院的，想要赶走江浅墨，让他别再破坏女儿的婚事。然而当看到床上人时，竟然惊呆了。原来江浅墨长得很像年轻时的自己，还有脖子上的玉佩，那正是女儿出生时自己亲自给女儿戴上的。妞妞，妈妈终于找到你了。赵梦瑶母亲小声地抽泣着，紧紧握住女儿的手，再不想松开了。然而站在门外的赵梦瑶在看到这一幕，心里想要除掉江浅墨的心思越发强烈了。表哥，我知道你在逃亡，帮我最后一次，
我保证让你后半生无忧。瑶瑶，你让我杀人，可不是一笔小数目。他表哥慵懒地说：1000万够不够？他摇摇头。定金1000万，等你事情办好，我会给你另外的1000万，这足够让你冒险了吧？成交。赵梦瑶的母亲从医院出来，想要给丈夫打电话，却没有想到一辆货车朝她的车子撞过来，将车子推进沟里，眼看已经着火，货车司机才开车逃之夭夭了。本以为他就这样死了，却让人意外的是，周衍胜及时赶过来，救出在车里昏迷的人儿，才抱着走出几步，就看到车子火势变猛，下一秒就浓烟滚滚了。江浅墨醒来时，床边的人正是周衍胜，他一头扑进怀里，呜呜的小声哭着，许久才听他低声颤抖地说：“周衍胜，对不起，我把你给忘了。万幸，现在记起我了。你怎么受伤了？”看着他脸颊的伤痕，江浅墨急切扯着他的领口，想要看别处可有受伤，却被他握紧小手。浅浅，我一切都好，不过有件事，我必须告诉你。当听完他说的话，江浅墨一脸的惊讶。你说豪门赵家就是我的亲生父母？不光如此，你要是赵家的女儿，那我们的婚约就是门当户对的天作之合。可是那赵梦瑶，周衍胜温柔的在他手背亲一下，我已经问过伯父伯母，她只是赵家的养女。那我们真的可以在一起，不用伤害任何人。我是跟赵家女儿订婚，而你才是他们亲生的。江浅墨笑着抱住他的窄腰，衍胜，重新记起你真好。两人深情相拥了。赵梦瑶晚上回家，走向2楼的书房，正看到父亲在修改一份合同，敲一下门，他才走进书房了。爸，我妈还没有消息吗？车子被烧毁，人却不在里面，估计也是凶多吉少。瑶瑶，爸想跟你说个事。赵梦瑶温柔地笑笑。爸，你说。赵父犹豫片刻，才开口。瑶瑶，爸决定了，帮你取消和周家的联姻。你以后的路还很长，不该被婚姻禁锢。爸爸希望你幸福。爸，我可以没有爱情，也愿意嫁给周衍胜。他只是单纯的想要公司的继承权。然而在看到桌上的文件，是一份遗嘱更改合同，让他脸色一变。爸，你要更改遗嘱？是啊，你妈生死未卜，我现在也身体每况愈下，恐怕要让你叔家的哥哥来管理公司了。那我呢？他冷声问。你以后是要嫁人的，管理公司很枯燥，爸爸不希望你太辛苦，会给你10%的股份，让你余生无忧。听到这话，赵梦瑶也不再装了。爸，你当时说过会把公司交给我打理，现在又突然反悔，是不是找到女儿就想一脚踹掉我？你找到妞妞了？赵父激动地反问。我是找到她了，但很快她就会消失，如妈妈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赵梦瑶说完，放肆地笑起来。屏风外突然走出来3个人，正是周衍胜和江浅墨，还有失踪许久的赵母。妈，你终于出现了，我们找你好苦。赵梦瑶继续装乖巧的女儿，然而很快就被一段视频给打脸。周衍胜说起手机，冷冷地望一眼他。赵梦瑶，你伙同自己表哥，害自己的养母，还绑架了浅浅，这些事你表哥在警察局都招了。
不可能，你们是在诬陷我。爸妈，我是你们的女儿，他只是一个外人，你们不能相信他的话。赵梦瑶想要推得一干二净，却被母亲抬手打一巴掌。你不配当我们的女儿，亏我们疼你爱你20多年，而我们的女儿却被你的父母关在小木屋里，险些被坏人夺了清白，而你竟还为了保住富贵，想要害我。赵梦瑶，你真是蛇蝎心肠。妈，我没有啊，那只是一场意外，谁也不想的。她哭得泪眼婆娑，却没有让身旁人有一丝的动容，相反，赵家父母冷冷地看着她，眼里尽是恨意。江浅墨冷漠地走近她，赵梦瑶，你如果只是抢了我的父母，倒也没什么，我现在足以养活自己，只要你爱他们就好，但你竟为自己的私心，想要害死他们，那我就不能饶你。赵梦瑶讥讽的一笑，还来不及开口，就被江浅墨抬手一巴掌。你还有脸笑？害了自己，把你表哥和父母都搭上，这样一来，你们一家人就在监狱里重聚了。江浅墨，你不会幸福的，抢了别人的未婚夫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江浅墨鄙夷地朝他一笑，赵梦瑶，你的名字以及你的未婚夫以后都是我的，而你只配在监狱里把牢底坐穿。你，赵梦瑶竟一时语塞了，因为就在刚刚，几个警察走进书房，在说明情况后就将他带走了。望着警车开走了，江浅墨才深吸一口气，靠在周衍胜的怀里。衍胜，你以后有啥打算？陪你读完研究生，他故意欲言又止了。你倒是说完啊！他急切地问。周衍胜将一枚戒指戴在他手上，才温情地说，我希望能娶你回家，可我跟程浩宇还有婚约呢。他故意地说。周衍胜深情吻上粉唇，两人纠缠许久，他才宠溺地说，你少诓我，我早就问过程浩宇，你们早就取消订婚，而且他现在是你的干哥哥，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只能坐娘家那桌。真没趣，果真啥也瞒不了你。江浅墨沮丧地嘟着嘴，却被他凑近亲吻一下粉唇。浅浅，只要你答应嫁给我，往后余生只有你能算计我，折腾我，而我甘之如饴。全剧中，